哇，没想到我又中奖了，这个手臂甲居然顺边了，有没有？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那么今天和你们介绍的是出自于 Hot Toys 公司的《复仇者联盟4：钢铁爱国者》。没错，这款产品的官方名称呢就叫做钢铁爱国者，可以看到包装盒上呢印着的都是 Iron Patriot 的字样。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钢铁侠3里面呢是有过一套名为钢铁爱国者的战甲的，所以说为了不将这二者进行一个混淆呢，本次我们把复联4登场的这款战甲称之为钢铁爱国者 2.0 好吧。那么钢铁爱国者 2.0 呢是在复联4的结尾才草草登场的，毕竟呢在故事的前期罗德都是穿着这个表现比较拉胯的战争机器马克6，对吧？那么不同于战争机器马克6，钢铁爱国者 2.0 一登场呢就让人感觉到眼前一亮，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的酷炫，而且呢它的火力也是相当之强劲的。不过很可惜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呢，可能因为登场的英雄比较多的关系，所以说钢铁爱国者露面的这个场景并不是特别的多，但这并不妨碍这款战甲在迷友心中呢依然是有着非常之高的人气的。那么我知道这款产品呢大家也是期待了许久，所以说本次呢我们就不废话，赶紧来看一下这款产品各方面的表现到底如何吧。那首先作为一款合金压铸系列的产品，它的关节比如说手肘还有膝盖这个地方都是用金属零件打造而成的。那么上半身的外甲呢摸上去基本上都是一个塑料零件，它的合金外甲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双腿这个地方，这样的设计呢就可以让它的重心更靠近下盘，站立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稳当。那虽然说摸上手呢感觉好像合金含量并不是特别多，但实际称一下就可以发现，在素体状态下什么武装都不装单体重量就已经达到了1300多克了，所以说这玩意儿呢拿在手上绝对是相当之有分量的。然后我们可以跟战争机器马克6放到一块儿进行一个对比可以看到确实战争机器马克6不管是在造型还是剧中的表现上，跟钢铁爱国者 2.0 相比起来呢都真的是差了不止一星半点。当然了，我们也要拿出钢铁侠3中的钢铁爱国者 1.0 来进行对比，左边打1，右边打2，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版本的造型呢？反正我是更中意 2.0 的外观设计。而且你会发现，虽然都叫钢铁爱国者，而且配色呢也都是以银色、蓝色和红色为主的，但是二者的涂装发色是有着很大的区别。钢铁爱国者 1.0 整体的颜色饱和度比较高，而 2.0 的颜色特别是红色部分就要显得淡了不少，并且仔细看的话呢， 2.0 的金属蓝色和红色漆面是有着很多金属颗粒的，与原作相比，外甲部分钢铁质感的表现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不过好在银色部分的发色还算是不错，再加上相较于 1.0 来说， 2.0 有着更加真实的掉漆旧化涂装，所以这些部分呢还是为本品的漆面表现挽回了一点分数。但始终我认为这次钢铁爱国者 2.0 的外甲涂装是有些欠缺的，比较可惜。顺带一提，钢铁爱国者 2.0 的外甲表面呢也有着多处细节文字的印刷，整体的印刷质量非常不错，字体和图案呢都还算是比较清晰的，但因为配色方案的关系，远远看上去并不是很醒目，还是要凑近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相比略显拉胯的漆面涂装来说，造型部分的还原度还是非常到位的。首先，大型化的肩甲使得整体呈现出倒三角的体型，视觉效果上非常的霸气。那有部分玩家在出货后表示，这款钢铁爱国者 2.0 做小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拿出同系列的火箭浣熊，将它摆在钢铁爱国者身上，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大小比例呢和原作截图相比是刚刚好的。所以个人认为呢， HT 这款钢铁爱国者 2.0 的尺寸没啥问题，不大不小，正好。头盔部分的造型也忠实再现了原作形象，眼神有点凶凶的，而且如果你把这个银色的细节看作小门牙的话，瞬间就回不去了，有没有？那肩部两侧高耸的装甲呢，实际上并不具备任何武装开启机构，所以就不要想着这个地方能有什么前期导弹了，毕竟电影中也没展示过这里的武装，对吧？胸部能源反应堆的尺寸呢，其实是比较小的，而且呢，这个胸甲也是可以拆卸的拆下来之后呢，里面露出的机械细节表现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还行吧。不过因为电影中呢，并未展示过胸甲内部的结构，所以这里大概率呢，又是厂商自己原创的细节吧。
那腰腹部的2个圆形细节做的也很漂亮，同样的结构在大腿内侧也有，造型上呢是有所呼应的。手臂部分可以看到是相当粗壮的，小臂外甲的面板结构堆叠的也十分带感。相比之下，双腿的造型可能就显得略微瘦弱一些了啊。不过外甲的结构刻画，包括表面的装甲接缝刻线，依旧是细节量满满，非常的好看。同时脚掌的造型也是相当特殊啊，就有点像个蹄子。反正外观上与罗德上校之前所有的战甲都是不一样的。转到背面，首先背部上方有2个像是子弹链一样的造型零件，但仔细看的话呢，细节刻画比较肉，实属可惜。下方2块蓝色装甲零件呢是具备可动机构的，可以自由调节角度，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背部其实是有2块比较明显的空洞的，这里呢可以收纳武装，比如后备的导弹仓就可以装在这里。磁铁吸附的安装方式呢非常便捷，而且装上去之后，背部的造型瞬间就饱满了许多。同时从下方观察的话呢，导弹舱的尾部还有排气口的细节，那么在造型上呢是与大腿后侧的排气口相呼应的。当然除了可以安装导弹舱以外呢，背部还可以选装收纳机枪零件，不过装配的时候呢，要先放入对应的银色零件，然后再装上机枪才行。反正因为都是磁吸附结构的关系嘛，所以说换装什么的呢还是很方便的。发光机构方面，卸下头部的天灵盖就可以点亮双眼的灯光了。这个红色的 LED 灯效呢还是挺帅气的，透露出一丝凶狠的眼神，有木有？然后拆下背部的盖板后呢，就能看到电池仓和开关。拨动之后呢，正面除了反应堆之外，还会有额外5处灯光会被点亮。而且你要知道，最早的官图中实际上中间包括2侧的圆形细节都是不能亮的。实际出货之后，增加了这3处发光位点，还是挺让人惊喜的。拆下小臂外侧的盖板后呢，就可以点亮手掌中心的灯光了。不过电影中可以看到手掌中心的光源是红色的，而玩具呢却做成了白色，这里颜色做错了，所以还原度是打了折扣的。那么钢铁爱国者 2.0 全身的发光位点呢就是这么多，优秀的企业传统文化依旧得到了保留，也就是依然没有脚灯哈。不过总体来说呢，本品发光机构的表现还是可以令人满意的，红色灯光效果在暗光环境下观赏的话也别有一番风味。可动性方面呢，这个平转的可动会受到2边装甲的干涉，然后呢抬头包括低头，虽然可以看到它脖子里面是2段关节，但是整个幅度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手臂方面呢，大臂护甲可以上抬减小可动的干涉，那么手肘部分的弯曲幅度呢大概是100度左右。手掌方面就是基本的5指全可动手型，没啥好说的。但你可以注意到钢铁爱国者 2.0 的这个可动手呢，它的5个手指头炸的是比较开的跟一般钢铁侠的这个可动手还是有一点造型上区别的。肩胛内部呢是一个双段关节，而且根部是通过球形关节和肩胛本身进行连接的，所以说可动范围很充分。那么对于整个手臂的活动性也不会进行什么影响，360度转动包括平抬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了，2头肌部分可以平转呢，这个关节自然也是有的。同时肩膀内侧呢也是有一个拉出式的关节的，再配合上原本的球形关节，所以整个手臂呢向前的活动幅度还是比较充分的。胸甲方面呢，前面的这块装甲包括2边的这个圆形的装甲呢，都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活动的。那么同时整个胸部关节呢是可以向上提起一段的，然后向2边转动包括向左右2侧摆动的可动幅度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前后呢也能够进行一定程度弯腰的这个活动。然后下半身方面呢，首先前裙甲是可以活动的，后裙甲这里呢里面是有一个弹簧机构的，也可以微微的进行一定角度的调整。同时呢，胯关节是具备下拉机构的，拉出来之后呢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整个大腿根呢也有一个平转关节，可动的幅度大概是20度左右。那么这样操作完了之后呢，可以看到腿部向前踢最大的可动幅度大概是90度左右，向后的话呢也有个20-30度的可动范围。那么腿部侧踢呢，可以看到是可以达到60度左右，但是我这个左腿是特别松的，右边这边相对来说要稍微好一点这个不知道是个例中奖还是通病了。膝盖部分的弯曲幅度呢大概是90度左右，而且里面是齿轮关节，保持力度很好。同时呢，这个膝盖部分的装甲它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角度调整的，而且弯曲到最大幅度的时候呢，在膝盖关节内部也能看到甲的液压管细节存在。
脚踝后侧的这个装甲呢，里面是一个双动关节，可以自由的调节角度。前面这个装甲呢，也可以给它抬起来，而且这个装甲呢，也是可以进行活动的，对可动性不会造成干涉。同时呢，在脚掌关节的内部还有一个拉出式的关节。脚尖部分呢是可以向上进行活动的，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脚掌向前的活动性还是比较充分的，向后的话呢，最大的幅度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虽然脚掌内部呢有拉出式关节但是左右的接地性呢可以看到是比较局限的，基本上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活动幅度。那么这样来看，钢铁爱国者 2.0 虽然算不上超可动，但考虑到在如此厚重的装甲造型之下依然可以摆出砸地 pose， 那么整体的可动呢我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吧。但是胯关节比较松动，而且脚掌的接地性真的是太差了，那么这个确实也是这款产品在可动性方面最大的2个扣分项。配件方面可以看到附属的还算是比较丰富的。造型手部分呢，一共是3对，分别是握拳手、开掌手和发炮手型。那因为钢铁爱国者 2.0 本身就比较厚重的关系，所以它的造型手呢，相比之前的战神机器来说是要大上不少的。然后这次呢，给了一个罗德上校的真人头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 HT 第一次附属完整的罗德上校头雕，所以这个配件还是挺新鲜的。对比起之前的祖传头盔真人头来说，可以发现二者的面部五官细节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本款钢铁爱国者 2.0 的真人头是全新打造的，并没有沿用之前的模具。那么安装头雕呢，首先要将原本的头部跟脖子都取下来，然后呢装上对应的脖套之后，再将真人头卡到内部的球形关节上面去，就可以完成了。那顺带一提如果你想把这个真人头呢装到之前的战神机器马克6身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因为内部球形关节尺寸不匹配的关系所以说装上去之后呢，其实是很松的一个状态。手臂部分的内藏式武装是通过替换零件的方式来进行再现的。安装的时候呢，要依次拆下小臂前后左右4个方向上对应的盖板，然后再通过内部的插槽将对应的武装展开状态替换件安装上去即可。这个部分的零件呢是分左右的，安装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一下。另外你可以发现我右边小臂外侧的替换武装中奖了，原本里面的盖板应该是 R4， 但这里却给成了 L4 顺边了。虽然勉强也能装上去，但因为接口不对的关系，所以装上去之后呢，前端会翘起并不稳固。那厂商这个品控呢，的确是需要加强一下了。小臂下方其实也可以换装上机枪零件，取下收纳在背部的机枪，再加装上专用的连接件之后呢，就可以将原本收纳在背部的机枪安装在小臂的下方了。那这样看上去的话呢，整体的外观会更加的霸气。相比刚才的样子来说，我会更加喜欢现在这个小臂武装展开的造型。背部的重型机枪是通过替换件的方式来进行再现的，整体造型非常的霸气，金属色的涂装包括装甲表面的细节刻画，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下方的银色机械臂呢是有一段可动关节的，可以进行弯折，而且在活动的时候呢，可以注意到两边的连接臂也会有一个联动的效果。同时重机枪机座的根部呢也是可以左右平转的，但因为两边机械连接臂造型上的限制，所以这里的可动幅度呢比较一般。那另外重机枪尾部的零件呢是可以向两边拉出来一点的，拉出来之后呢也能进行一点角度上的调节。与主体结合的时候呢，首先要取下后背处这块银色的盖板，然后对准对应的插槽，就可以将重机枪组件安插到背后了。装上去之后的造型呢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在电影中钢铁爱国者 2.0 的后备机枪组件是可以完美收纳在背后的。可是在玩具上呢，虽然机械连接臂本身有一定的可动性，但是想像剧中收纳那么服帖是根本做不到的。我觉得这里 Hot Toys 完全可以给一个额外的替换零件，可惜厂商并没有这么做，所以这个部分的造型还原度呢确实是打折扣的。那这个导弹舱除了可以收纳在背部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加装额外的机械臂零件给它安装到背后。与主体结合的时候呢，要先拆下背部的圆形银色盖板，然后通过内部对应的插孔就可以装上去了。那你可以发现，虽然在造型上这个机械连接臂看起来有很多关节，但实际上这些关节都是假的，并不具备活动性。真正可以活动的呢，就只有上方那两个连接导弹舱本体的球形关节，所以这玩意儿呢，进行角度调节的时候，其实整体的幅度并不大。不过导弹舱正面盖板的展开，原本看官图应该是要通过替换件的方式来进行还原的，但没想到实际出货之后呢 ，HT 在这里面加入了可动关节，直接就可以手动展开了。这个玩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展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内部的细节也刻画的不错，部分导弹头呢还有金属红色的涂装。
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欣赏一下钢铁爱国者 2.0 全部武装展开的造型了。可以发现啊，它的火力还是相当之猛的。只可惜电影中呢，并没有太多露脸的机会，所以这么霸气的造型，如果布满玩具的话，是很难欣赏到的。最后在地台方面，可能因为主体比较大的关系啊，所以地台呢也没有采用系列标配的多边形地台，而是给我们换成了比较大一点的尺寸。地台表面的图案印刷还是非常漂亮的，在正面呢也有着 Iron Patriot 的字样，但很可惜啊，依旧不是金属名牌。那虽然支架依旧是脱裆式的，但是连接臂呢是带有一定角度弯折的金属管，所以支撑性的话呢还算不错。那么这款钢铁爱国者 2.0 地台部分的表现，我个人觉得不攻不过吧。那么到这里，这款钢铁爱国者 2.0 就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简单做个总结啊，因为在电影中原本登场的时间就非常短，所以说我对这款产品的可玩性本来是不抱什么期待的。但实际拿到手后才发现，不管是新增的发光位点，还是主体部分丰富的替换武装，还有这个完整的真人头雕啊，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 HT 对于这款产品呢还是下了不少心思去做的。那么最终呈现出来的素质呢还算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本品也存在着部分关节松动还有涂装不够还原的毛病，而且我这款产品还出现了替换武装盖板顺便中奖的情况。但瑕不掩瑜吧，我觉得就冲它这个帅气的外观造型，相信想买这款产品的玩家应该也不少。以目前 HT 的2级市场行情来看呢，我觉得喜欢的话完全可以等现货价格稳定之后买一个回家收藏。毕竟在 HT 复联4这波产品中，这款钢铁爱国者 2.0 的综合素质是可以排到前几名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视频记得多多点赞支持一波，同时也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那么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